我叫袁君瑶，这个名字是外婆给我起的，意思是美玉，但我一点都不美，反而是个丑八怪。据说我生下来不到3个月，脸上就开始长瘤子，爸妈把我送到医院，医生检查之后说这是纤维瘤，良性的，死不了人，但不能割，割了还会长，说不定就会长成恶性的了。我爸从那以后开始打我妈，说我妈的基因不好，才生出我这么个病殃殃的赔钱货。没2年，我爸升职了，他跟我妈离了婚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来看过我。我妈也很快找了个男人，男人嫌弃我丑，还说我会传染，于是逼着我妈把我扔给了乡下的外婆。我长这么大也就见过我妈几次。我上初3那年，继父跟人打架，闹出了人命，进去估计一辈子也别想出来。然后我妈积劳成疾也走了，我也没觉得有多伤心，因为对我来说，她跟一个陌生人没有多少区别。然后一个比我小3岁的男孩被送了过来，他叫沈安逸，是继父和前妻生的，继父那边的亲戚都不肯要他，警察只能找上我们。外婆很心软，她说多个人也就多双筷子的事儿，这孩子看着可怜，就留了下来。于是我多了个弟弟。有一次，班上的一个男生当着全班人的面把我的口罩扯了下来，然后抓住我的头发大笑。就在这时，沈安逸冲了过来，他发了疯似的打那个男生。那个男生人高马大，他很快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却还拼命地挤出一丝笑容对我说：“姐姐，我会保护你的。”从那天起，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。高3那年，外婆去世了，我们家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。本来我考上了金陵大学的，但是看了看学费，我就放弃了上大学的打算，把外婆的遗产留给弟弟去读大学吧。弟弟很争气，考上了山城市的重点高中，我们搬到了城里。我长得太丑了，又没有学历，找不到什么好工作，只能给人洗盘子送快递。我打着3份工，最赚钱的就是送快递了，所以我没日没夜的送，别人不肯干的活儿我都干。这天天已经黑了，老板给了我一个快件，叫我赶快送过去，客户催得急，我只得骑着摩托去了。那是一座位置很偏的别墅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，里面乱哄哄的，好像在开 party。 我敲开门，将包裹递给他，请签收。那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年轻男人，喝了不少酒，眼睛在我身上扫来扫去。把口罩取了，让我看看。我自然不肯，他居然冲上来一把扯下我的口罩，然后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真他妈丑！你们快来看，这儿有个丑八怪！我捂着脸转身就跑，却被那些年轻人给抓了回来。我拼命挣扎，却被一双尸手却捂住了口鼻。在晕过去之前，我听到他们阴险的笑。终于找到了这么个极品！我倒看尹胜饶那个宾馆里，发现自己和这么个极品女人睡了之后，会有什么表情？我醒过来的时候，躺在一张大床上，身边躺着一个俊美至极的男人，我们俩都没有穿衣服。男人也醒了，他看了看自己，又看了看我，露出了极度厌恶的表情，接着是无尽的愤怒。他狠狠地踢了我一脚，正好踢在我的胸口上，把我踢下了床。这时之前昏迷我的几个年轻男人大笑地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 DV 不停地拍。方俊南，你居然敢跟我下药！屋子里一阵混乱的打斗，我忍着剧痛艰难地爬出别墅逃走了。我不敢报警，我长得这么丑，我不想再面对别人鄙夷的眼神和指指点点。我回到肮脏混乱的城中村，我们租住的是一个老房子，非常破旧，但房租便宜。我躺在床上疼得快断气。弟弟回来了，他吓了一大跳，我没敢告诉他实情，只说自己送快递的时候从摩托车上摔了下去。他硬拉着我去医院，其实我不想去，因为我给不起医药费。弟弟很坚持，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在我去医院的路上，一辆大红色的保时捷疯狂地向我冲过来。姐姐小心！弟弟大叫一声推开了我，而车子正好撞在了他的身上，弟弟被撞飞了出去，保时捷转了个弯，跑得无影无踪。我疯了一样的抱起弟弟冲进医院，经过15个小时的抢救，安逸的命是保住了，可他却成了植物人。每天的医疗费都是天文数字。我报了警，但是因为我没有看清楚车牌，那一段路又没有摄像头，那辆车肯定找不着了。是那个叫尹胜尧的男人，他恨我，要杀了我。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最大难题是弟弟的医疗费。快递公司和那几个雇我做事的店铺都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不用去上班了，还隐晦地问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不得了的人物，又是尹胜尧。但他那么有钱有势，我拿什么跟他斗？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出租屋，桌子上有一台电脑，
是我从旧货市场淘回来，准备送给弟弟当礼物的。可惜他用不上。我打开电脑，想找招聘信息，还在百度知道上了帖子问，没有多久就有人回答了，说如果我是女孩，就去做直播呀，说这个赚钱。我点开最大的直播平台黑岩 TV， 那些做直播的女主播，要么清纯甜美，要么美艳妖娆，直播的时候又唱又跳，不管唱得好不好，观众就一个劲儿的给打赏。有的当红女主播一次直播能挣好几万。我无奈的叹息，就我这样子能当女主播表演即兴秀啊？正要关网站，却看到一个直播间正在直播见鬼。我点开一看，主播是个男的，正在一座传说闹鬼的老宅里做直播，气氛非常恐怖。我一直追看完，那个主播也没有见到真正的鬼，只是把气氛弄得一惊一乍的吓人，观众却很多，打赏也很大方，看得我心动了。做这种直播，观众主要是看鬼，对主播长什么样子没有兴趣，正适合我啊。说做就做，我拿出仅有的一点钱去买了一个带高清摄像头的国产手机，电池续航能力强的那种，又找了以前的一个同事，走后门开了一个内部不限流量的包月流量包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天一黑我就出门了。我选中的是一个废弃的诊所，就在城中村里，离我家不远。等到了诊所门口，我用手机登录黑岩 TV 开了个直播间，房间名称就叫直击恶鬼灵异诊所恐怖之旅。我选中的是一个废弃的诊所，开了个直播间，房间名称就叫直击恶鬼灵异诊所恐怖之旅。或许是名字起的霸气，很快就有几个观众进来了，还有了几个弹幕。又是直播见鬼，不会又是靠音效吓人吧？主播的用户名叫恐怖女主播，来个正面高清镜头，让我们看看有多恐怖啊！懂围观，要是真恐怖，我打赏主播一把宝剑。一个有50块呢，我有些心动，但摸了摸长满瘤子的脸，我迟疑了，还是算了吧。我拿着手机和电筒，将镜头对准了诊所的牌子，那牌匾上面还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，看着像一滩血迹。就是大名鼎鼎的阳光诊所。3年前，诊所老板郑医生给一个女孩做流产手术，出了医疗事故，这个女孩呢就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。这个郑医生啊也被人吊销了行医资格，受了很大的打击，最后吊死在手术室里。从那以后，诊所就开始闹鬼，有人看见郑医生拿着手术刀在诊所里走来走去，还杀了一个误闯进来的流浪汉。我走上前去，轻轻推开了斑驳的木门，拿起手电对着客厅一扫，破破烂烂的柜台后面是玻璃药柜，玻璃反光映出了我的影子。楼上都别说话，刚才我好像在玻璃上看到2个影子。楼上别吓人，我怎么没看见？现在我们去厕所看看，据说那个流浪汉啊，就是在厕所被郑医生的鬼魂袭击的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怎么有血腥味？我将手电筒一扫，这里怎么有团血迹？在一张钢丝床上染满了鲜血，鲜血顺着钢丝滴落，在地上聚成了一滩血泊。我摸了摸一手的血，真的是血。据说郑医生的鬼魂在厕所割断了流浪汉的手筋脚筋，把他拖到这张钢丝床上，将他残忍的杀死。猛地转过头，我看见厕所的门开了，在金钱的诱惑下，我有了勇气，一咬牙钻进了厕所。厕所比较大，有3格，墙上还有一面很大的镜子，镜子上布满了污迹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本来想捡起一块破碎的玻璃当做武器，谁知一摸，居然摸到了一把手术刀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第一扇门。厕所很脏，弥漫着一股腐臭味。我用手电照了一圈，没有看到什么，又走向下一个。这突如其来的水声让我浑身一抖，回头看向了洗手盆，水管里居然有声音。不可能啊，这里都断水多少年了？就在我低下头看洗手盆的时候，身后第2个厕所的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影飘了出来。观众们从镜子里看到这一幕，弹幕立刻炸。我一抬头，正好从镜子里面看到那个人影飘到了我的身后，吓得我猛然回头，居然什么都没有。再次看向镜子，镜中却出现那道恐怖的人影。我吓得尖叫一声，我抓起手术刀朝着镜子上的人影刺了过去。手术刀正好插在了鬼影的额头上，鲜血从破碎的地方涌了出来。我尖叫一声，脖子似乎被什么东西死死掐住，整个人都被吊了起来。直播间里忽然多了好多观众，弹幕也越来越多。可是我没有空管这些，我拼命挣扎，出气多进气少。不是吧，我运气这么差，第一次直播就要死在这儿了吗？手机一直在叮叮咚咚响个不停，看来打赏不会少。我咬紧牙关，为了病床上的弟弟，我不能死。于是我艰难地从脖子里掏出一块玉佩，狠狠地往鬼影的方向一扔。忽然响起一声尖锐的惨叫，半空中腾起一缕黑气。神奇的是，那缕黑气居然自然地钻进我鼻子里。我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抓起玉佩，不要命似的跑出了诊所，关掉了直播间。回到家，
发现脖子上居然多了一个黑字的手印。当晚值班的2个护士死在顶楼的院长办公室里，是被活活砍死的。我翻开自己的黑岩账号，粗粗一算，今晚的打赏居然上千了，而且关注我的粉丝也达到了5000。对于一个新人而言，这个成绩好得简直难以置信，能挣的钱就会更多。我摸了摸脖子上的玉佩，这是外婆留给我的，说是我3岁那年遇到一个游方道士，是他给我的。他说我此生命途多舛，这玉佩能辟邪挡灾，要我一直带在身边。没想到我戴了20年，今天真的救了我一命。我低低叹了口气，解下口罩，露出了这张恐怖的脸，脸上长满了纤维瘤，也难怪尹胜尧那么恨我。我洗了一把脸，忽然呆住了，下巴上原来也有一颗纤维瘤，怎么不见了？我对着镜子照了好一会儿，那颗纤维瘤真的不见了。难道是我之前打鬼的时候冒出来的那一缕黑气？鬼气能够治疗纤维瘤？我突然觉得我的3观被刷新了，但也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希望。黑岩 TV 的打赏是日结的，一次直播收到的打赏过一定数额还有奖励，算起来在我分成之后加上奖励有1100。我兑换之后就去医院交了1000的医疗费。家里有病人，花钱就是无底洞。我从医院里出来，正琢磨着今晚去哪里直播，忽然一辆白色的迈巴赫一个完美的漂移横在了我的面前。我脸色一变，警惕地望着他。车上下来一个新男人，身材高大，长得很帅气。你就是恐怖女主播？你怎么知道？网站不是应该保密的吗？我有些渠道能够查到你的信息。你想干什么？别生气，我只是想参加你的下一次直播。为什么？很简单啊，我想亲眼看看鬼是什么样子。我看了这么多恐怖直播，只有你真的见到了鬼。我拒绝。我给你10万，我还可以让你弟弟住更好的病房，得到24小时的看护。当真？当然。你卡号多少？我现在就转账给你。我将信将疑地将卡号给了他，10万转眼就到账了。就算我讨厌有钱人，也不会和钱过不去。我叫唐明礼，请多指教。今晚直播的地点选好了吗？如果没选好，我倒是有个好建议。他将一份卷宗递给我，我打开一看，这是山城市郊外一座私人养老公寓。5年前，在一个月圆之夜，这些老人全部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吊死，甚至连几个瘫痪在床的都死了。当晚值班的2个护士死在顶楼的院长办公室里，是被活活砍死的，而公寓的老板割腕自杀。警方以公寓老板残杀众人，最后自杀结案。当年这个案子是闹得沸沸扬扬，整个山城市的人都知道。之后那栋公寓就成了鬼楼，没有人敢接手，一直空着。我觉得有点意思，跟唐明丽约好晚上见。我刚走出巷口，忽然几个混混走了过来，将我团团围住。成哥，就是他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畸形。我转身想跑，被那几个混混抓了回来。他们一把扯下我的口罩，我布满纤维瘤的脸出现在众人的眼前。他们竟然真有这么丑的人！我听了这话，浑身颤抖起来，拼命的挣扎，大声的喊救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辆迈巴赫横插了进来，挡住了几人的去路。唐明礼走了下来，放开他！我俩悄悄地往里走，听到里面传来女人呜咽的声音。哟，哪里冒出的小白脸啊？怎么想英雄救美啊？这也不是个美人啊！难道你对畸形的女人有兴趣？话还没说完，唐明礼一拳打在他的脸上，把他给打飞了出去。春哥跌了个狗啃屎，趴在地上怒喊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”唐明礼似乎学过我，还没怎么动手就把几个人打倒在地。你没事吧？你走开，不要看我的脸。为什么我总会遇到这样的事？我送你回家吧。他把我搀回了家，谢谢你。小事而已，要不要休息一晚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好吧，那我来接你。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用力擦干净脸上的泪水，就算我长得丑又怎么样？就算我卑贱如杂草又怎么样？我要活着，好好的活着，比别人活得都好。我出了门，去菜市场找专门帮人杀鸡宰羊的老牛，问他买了一把杀猪刀。这把刀跟了他很多年，杀生无数。这把刀叫做杀生刃，杀气极重，专门用来对付恶鬼。我又去了一个狗肉馆子，问老板买了一些黑狗血，还去偷偷砍了一根桃树的树枝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就等着晚上直播了。傍晚的时候，唐明离这次开了一辆路虎越野车来，见我这一身的装备，忍不住笑了。君瑶，你这模样还真有点像大师，装神弄鬼的大师。我们开着车来到那栋公寓楼前，这一带都是旧房子，居民早就搬走了。墙上用朱红色的笔画出一个大大的拆字。我打开直播间，将名字改了，恐怖养老公寓5年前惨案揭秘。我给公寓楼一个特写，将这栋公寓楼的事迹讲了一遍，拿起手电筒，一马当先的走了进去。等等，里面有人！哇，一出来就有高能，真刺激！哇，小鲜肉好帅，帅呆了！我俩悄悄地往里走，听到里面传来女人呜咽的声音，我看得心头火起，提起杀生刃就想上前。唐明离却一把拉住了我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当然是救人啊！你没看到那个女孩就要被他们……
你能看见一个女孩？对啊，但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只看见他们在跟空气折腾。她穿着护士服，是当年被砍死的护士之一吗？你能看见吗？一个老头。这时，又一个小混飞了出去，当场死亡。剩下的2个小混混出门的时候，穿过了瘦小老头的身体。公寓楼下的金属大门关上了，老头缓缓地朝他们走了过去，头停下了脚步，缓缓地回过头，朝着我们这个方向看了过来。忽然一抬头，赫然看见那个护士鬼站在我的面前，直勾勾地瞪着我。我头皮一麻。他们发现我们了，趁那个瘦小老头攻击小混混，我们赶紧动手，不然待会儿死的就是我们了。但我看不见他们。桃木辟邪，我往哪儿砍，你就往哪儿打。好。我几步便冲了出去，一刀砍下去，胸口的肋骨剧痛。此时唐明离杀到了，他手中的桃木枝朝着老头打了下去，同时大门也应声而开。唐明离不由分说地将我打横抱起。你伤到了肋骨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要动。肋骨骨折，旧伤本来就没有好，又添了新伤，这是不想要命了吗？为什么有伤不治？没钱。以后有伤跟我说，我出钱。雇你跟我一起去捉鬼，你受伤就算工伤，当然该我出钱。等等，还有以后？你不会认为10万块钱就只是一次吧？你还想去？今天咱们差点死在公寓里。你都不怕，我会怕。你好好休息，剩余的事情我会应付。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昨晚的收入，我喜滋滋地将钱兑换出来，去给安逸交了治疗费。他已经转到了病房，费用翻了几番，我得赚更多的钱才行。你早点好起来，也好跟我一起去把那些鬼除掉。这个男人有什么目的？你还去？我唐明林做事从来都不会半途而废。我深吸口气，心里千万头草泥马奔过。你要作死能别带上我吗？不过想想我拿了他10万，顿时没了脾气，只能默默喝汤。哦。唐少，你让我查的那2个混混已经找到了，把他们的地址发给我。你知道我老大是谁吗？我老大是李老大。李老大，李七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连他上面的陈二也得恭恭敬敬叫我一声唐少。难道那天是他的头七，冤魂索命？我躺在病床上翻看着打赏记录，现有个网名叫做正阳真君的人给我打赏了一顶皇冠，皇冠可是1000块呀，我简直要给土豪跪了好吗？这位正阳真君请求加我的好友，大金主当然不能不加，我立刻通过了他的好友请求，还给他留言感谢他的打赏，不过他一直没有回应。伤好的差不多了，我回了家，又休息了2天。听隔壁的张大妈说，那些在城中村里欺男霸女、整天搞事的混混们全部都被抓了，还抓了他们的头，叫什么春哥，据说要从严从重处理。城中村的居民们特别高兴，还有人特地放了一罐鞭炮。我又休养了几天，黑岩 TV 的编辑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，问我什么时候再开直播。我跟唐明离说好，晚上他来接我。我用黑狗血淋在杀生刃上，然后坐在阳台上磨刀。磨刀声吓得周围的邻居都忍不住地伸出脑袋来看。我听见楼上的小夫妻低声说，那个丑八怪彻底疯了。华灯初上，唐明离就开着他的路虎来了。我刚坐上车，他就递过来一份资料。这些就是当年公寓楼接收过的所有老人，你看看有没有那个瘦小老鬼的资料。你身上很香，用的什么香水？我从来不用香水，没钱，可能是蜂茶药皂的味道吧。唐明离没有接着说什么，我继续翻资料，忽然看到了一张照片，就是这个。这个瘦小的老头叫做安世斌，中年的时候有点钱，整日花天酒地，老婆受不了他，带着孩子跟他离婚了。他又找了一个比自己年轻20岁的女孩，给他生了个儿子，过得相当得意。在他60多岁的时候中风瘫痪了，年轻的老婆卷走了他所有的钱财，临走时还告诉他儿子不是他的。他这个时候才想起自己的原配和女儿，可原配根本不理他，他将女儿告上了法庭，要女儿赡养他，女儿就将他送到了这座老年公寓。没有过多久，他的病情加重死了。就在他死了7天之后，老年公寓就发生了那场惨剧。等等，7天？难道那天是他的头七，冤魂索命？到了，这个据说是民国时期的大师九阳真人亲手雕刻的剑，应该比树枝有用。
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再次来到了这栋公寓楼品湖街道144号。今天我们能不能再见到上次那个恶鬼呢？敬请期待。我们俩打开了钢铁大门，一股阴冷的风迎面而来，让我打了个寒颤。这一次，唐明礼打头阵，他挡在我的身前，似乎在保护着我。我们在1楼看了一圈，并没有看到鬼，便来到了3楼第4号房，也就是安士兵所住的那一间。一进门，我们就闻到了一股强烈的腐臭味。什么东西这么臭？屋子里还留着当年的家具，但都已经腐朽破烂的不成样子。一股浓烈的腐臭味迎面扑来，我戴着口罩都差点吐了。这下面有东西。唐明礼捂着口鼻，捡了一根坏掉的椅子腿，将蛇虫鼠蚁的尸体全部扫到一边，从下面捡出了一本记录本。那记录本上赫然写着304房1周食谱。我们翻开一看，本来内容都是很正常的饭菜，但不知道是谁用鲜红的笔墨在后面写上了白灼老鼠、生蟑螂之类的东西。我明白了，这个安士兵在养老公寓里受到了非人的虐待，照顾他的护士不给他吃饭，反而给他吃蛇虫鼠蚁，把他给折磨死了。所以他要在头七之前回来报仇，杀光了所有人。为什么护士要虐待他？你看到我给你的资料，照顾他的那个护士叫杨洋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为了跟小三们的妈妈离婚，他妈受不了打击，当着他的面上吊自杀了。他一定非常恨这种负心汉。原来如此，我点了点头。之前被我砍了的那个女鬼并不是杨洋，那么杨洋的鬼魂会在这里吗？直播间里的弹幕跳个不停。哦，那个养老公寓的事情我听说过，原来还有这样的内幕。完美推理，霸道总裁真是颜值和智商的担当。主播你还在等什么？这样的月黑风高杀人夜，还不快把霸道总裁推倒？还好我没有看到屏幕，不然肯定要吐血。不知从哪里来的风，刮得窗户哗啦啦一阵响，吓了我俩一跳。忽然，桌上的玻璃杯居然飞了起来，狠狠地朝我砸了过来。唐明礼拉了我一把，然后一脚踢在杯子上，杯子应声而碎。然后整个屋子里的家具都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救我一命。你没事就好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和谁一起抓鬼啊？我不敢和他对视，他太俊美，太优秀，而我丑得让人恶心，还是一个没学历、没房、没钱的3无人士。我与他有着云泥之别，这让我觉得很自卑。唐明礼的脸色却突然变了，我觉得后脊背一阵凉，转过头去，看见了一个瘦小的老头。你也能看见？唐明礼已经彻底呆住了，木然的点点头。我拿出手机看了看直播间的弹幕。我操，鬼！我看到鬼了，这里是鬼吗？我去，比恐怖片还刺激。我们跟上去吗？跟，为什么不跟？今天正好用它来试试我手中的剑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拿出手机看了看弹幕。主播快跟上去，太刺激了！我要看主播打鬼。主播，你要能把这人渣，你这鬼渣给砍死，我给你打成5个皇冠。楼上深度好，哎，主哈，我们做朋友吧。我惊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，5个皇冠，5000块。为了这5000块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在所不辞。于是我将手机挂好，义正言辞地说：“我杀了那么多人，我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也要豁出去和他拼一拼。搭档，走吧。”我们绕过一层又一层的楼梯，却怎么都到不了头。你看，鬼打墙。把这些钉子拔掉，你就能自由行动了吗？刺骨的痛，浑身的骨头都像被拆散了，头晕晕乎乎的。唐明礼趴在楼上的破洞里叫我，却忽然惨叫了一声，仿佛被什么东西抓住，一把拖走。直播间里一片恐慌。主播受伤了，快打电话报警啊！我刚才报警了，警察说我报假警，要追究我的责任。前面是不是傻？你别说见鬼啊，你说楼塌了有人受伤不就行了吗？唐明礼有危险。忽然，我一抬头，看见了一张惨白青的脸，将他牢牢地钉在了楼梯的背面。啊！吓死我了！刚才吓得我把手机都扔出去了。楼上妹妹不要怕啊，你在哪呢？哥来安慰你。这就是女护士杨洋吗？天哪，太刺激了，这比玩恐怖游戏还刺激呢！主播你加油，给你打上5块预备。女护士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吓得头皮发麻，连动都不敢动一下。想不想报仇？把这些钉子拔掉，你就能自由行动了吗？从背包里摸出了一只专门拔钉子的锤爪，正打算拔钉，忽然手机剧烈地震动了起来。
姑娘，不能相信鬼物。如果你要让它为你所用，就照我说的做。你身上有黑狗血吧？用黑狗血在它额头上画一个赤字。我掏出装着黑狗血的玻璃瓶，照着他说的话。女鬼用仇恨怨毒的目光盯着我，那眼神让我毛骨悚然。可以吗，丁叔？不要紧张，在杀生刃上涂上黑狗血，砍他的脑袋，他必死无疑。你没事吧？可恶，没想到我居然着了一个鬼的道，真是丢人。走，咱们去看看热闹。不要慌，这些只不过是最低等级的怨鬼。你身边那个年轻人手中的桃木剑是个好东西，你让他照我说的做。咬破舌尖，将舌尖血喷在桃木剑上，然后跟着我念。天有三奇日月星，通天透地鬼神经。神师杀法不必豪强，先杀恶鬼后斩夜光。河神不服，河鬼敢当，急急如律令。唐明礼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。男人的舌尖血阳气最重，这年轻人自小练武，阳气浓重，因此可以一击杀死这么多怨鬼。他体力使用过度，休息一阵就没事了。我松了口气，环视四周，屋子里空空荡荡，却有一种奇怪的违和感，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。正阳真君没有再说话，我只能看着直播间的弹幕。影子，主播，快看那影子！我以后再也不看恐怖电影了，只看你的直播。我赌5毛，老头鬼赢；我赌1块，护士鬼赢。真他妈鬼打鬼，我们快走！姑娘，这个老鬼怨气极重，如果再让他吃了那个女鬼，他实力大增，到时年轻人全都逃不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他在进食进化是最虚弱的时候，要杀他，只能趁现在。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阵法，名叫五行驱鬼阵。很好，你站在火位，跟我念诵咒语。五星震彩，光照玄冥，千神万圣护我真灵，五天魔鬼，王身灭形，急急如律令敕。世界仿佛一瞬间安静下来，我这才觉得后怕，跌坐在地，摸出手机看弹幕。主播太帅了，简直就是林志颖在世。主播，我决定了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偶像，你的每一次直播我都看，而且每一次都会给至少1块玉佩大赏。刚才说杀了老鬼给五顶皇冠那位在哪儿啊？出来走2步啊！哎呦，还真给啊！我敬你是条汉子，我也打赏，钱不多，1块玉佩。主播，下次搁哪开直播呀？来我这儿呗，我这边有鬼宅，保证精彩。只可惜这么好的机会，主播没有扑倒霸道总裁。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打赏道具，这次出生入死算是值了。关掉直播间，我和唐明离互相搀扶着出了公寓楼。你会捉鬼？我这是有高人指点。你这是遇上高人了，不过高人一般架子都很大，还玉尊降贵给你指导，你这运气真是逆天了。少爷，老爷子今天打电话来问了，您找到那个人了吗？
他了。是的，爷爷。据说1814号房间很凶，酒店建成之后没多久，就有一个客人在房间里上吊自杀。我发现正阳真君的头像居然亮着，我连忙点开向他道谢。不用谢，我也很久没有见人捉鬼了。这样吧，老夫今天心情好，送你一些东西，你好好学学，下次在直播的时候也好应对。我心中一喜，这位老爷子可是高人，他能教我一点保命的手段，我当然求之不得。正阳真君给我来了一个文件夹，我打开一看，居然是一本捉鬼心得，里面详细记载了一些低级的鬼物以及各种各样捉鬼的方法，看得我双眼发光。要想抓鬼，先练气，你体内没有灵气，就只能用些普通人能用的手段，那个对付怨鬼之类的还行，要对付恶鬼厉鬼远远不够。这本册子的最后有一个练气法诀，你照着修炼，如果能练出气感，我可以再。眼见着他就要下线了，我连忙问：您知道冤孽疮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就是随便问问。冤孽疮是一种诅咒，祖先曾经犯下了滔天的罪行，他的罪孽会传到子孙的身上，让子孙长出恶虫。有没有解决办法？要解也不难，多杀几个恶人。顿时了，怪不得我杀了郑医生和安士兵那2个害人无数的老鬼之后，脸上的疮会减少。原来如此。就这一晃神的功夫，正阳真君就下线了。我点开了他的个人信息，发现什么都没有，一片空白。果然是个高人。唐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请你吃顿饭。我这里有些资料，都是适合做直播的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。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要继续直播下去，不被人打扰，还得仰仗他。今天他换了一辆红色的保时捷卡宴，很是羡慕。熏香素鸡、素烧糖醋排骨、照烧杏鲍菇，吃着也很好吃，不由得食指大动。君瑶，你的直播彻底火了，很多人都在打听你的消息，有记者，有专门签主播的公司，不过我都帮你挡了下来，不会让那些人来打扰你的生活。他拿出几份资料给我，让我挑选一下，准备下一次的直播。我上次直播的成绩很好，已经晋升为黑铁级的主播，现在的分成是7成。但是如果长时间不直播，黑岩 TV 就会给主播降级，得不偿失。那些资料我看来看去，觉得一个恐怖酒店最有意思，但这家酒店却有闹鬼的传闻。据说1814号房间很凶，酒店建成之后没多久，就有一个客人在房间里上吊自杀。之后接二连三的死人，有跳楼的，有割腕的，还有服毒的。据说死在里面的人足足有7、8个，有时候还会听到古怪的声音。深更半夜，浴室里会传来阴森的歌声，仿佛有一个女人在悠悠的吟唱，非常吓人。埃姆斯酒店没办法，只能把那间房给封了。唐明黎说，埃姆斯酒店换了老板，他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不相信什么鬼神。他正想找机会证明那个房间里没有鬼，就将房间重新开启，只不过还没有人敢住进去。我们说好2天后就去埃姆斯酒店直播，旭日东升，出现了那一缕紫气，我连忙将它吸进身体里。那一缕气息似乎更加茁壮了，这就是所谓的鸿蒙紫气吗？我用1天熟读正阳真君给我的那本小册子，然后又用了1天的时间做准备。第3天晚上，我们来到了埃姆斯酒店，定下了1814号房。刚刚走进大堂，我忽然愣住了，双脚像灌了铅一样一动也动不了，因为我又见到了他，尹胜尧，那个夺走了我清白之身却把我当作怪物的男人，那个把我弟弟害成植物人的男人。尹胜尧根本没有发现我，径直走向电梯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唐明黎并没有再追问，陪我上了另一台电梯，前往18楼。1814号房在走廊的尽头，不知为何这一层的灯光要暗淡不少，昏暗阴沉，让人后背发凉。我打开了直播间，这次起的名字是幻影胸间，鬼影游走的1814号房。瞬间就有100多个观众加进来了。主播，你终于开播了！自从看了你直播，我无法自拔，无心睡眠，就指望你直播过火了。哎，不多说了，一块玉佩走起！前面太小气了，就凭主播这折磨自己、娱乐大众的精神，是不是怎么着也得打赏1顶皇冠？前面说话不腰疼，你打赏啊？打赏就打赏呗，老子土豪，不缺钱。就这几分钟的功夫，皇冠已经有了3顶。我连忙解说：各位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美国恐怖大片1408幻影胸间？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部片子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直播的就是这样一间闹鬼的酒店客房。今天晚上我将和嘉宾这位帅哥，观众要怎么称呼你呢？就叫我暴君吧。我勒个操！这位仁兄，为人莫装叉，如他到雷劈啊！霸道总裁，你这样我会把持不住的。我嘴角抽搐了2下。
各位啊，咱们言归正传。今天呢，我将和暴君一起在闹鬼的1814号房住上一晚，看看这里是不是真的有鬼魂作祟。各位，现在才8点多钟，鬼魂不会出来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半夜12点不见不散。还有4个小时，我去楼下买一些宵夜回来，我们边吃边等。电梯门刚要关上，忽然一只手伸了进来，将电梯分开。我抬头一看，浑身再次僵硬，进来的居然是尹胜尧。我连忙低下头，你擦的什么香水？我颤抖了一下。不要让我再问一遍。我从来不擦香水。电梯到达18层，我快步地走出去，却发现尹胜尧也跟了出来。我加快了脚步，走到1814号房门前，却听到身后响起开门的声音。尹胜尧居然住在1812号房，跟见了鬼似的。鬼出来了？没事儿，先吃东西吧。一直到了晚上12点，我又打开了直播间。主播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的花都谢了。哎，主播，你再这样吊我们胃口，不给打赏啊！虽然观众都在抱怨，但直播间里的人却越来越多，已经过了1万，打赏也在蹭蹭的往上涨。让各位久等了，现在已经是午夜12点，现在我们就静待鬼魂出现吧。可是这一次与前2次都不同，我们足足等了10几分钟，却没有任何怪事出现，观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难道主播已经江郎才尽了？我裤子都脱了，你给我看这个？不如你唱首歌吧。据说很多人都听到浴室里有女人的歌声，你唱一首歌，说不定能把女鬼给引出来。我看了一眼弹幕，观众们居然都想听我唱歌，没办法，那我就唱了起来。我唱了一首30-40年代的老歌《等着你回来》。这歌慵懒颓废，还带着一股恐怖的意味。明离惊讶地望着我，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。复复地唱着这首歌，忽然唐明离抓住了我的手，我一愣停了下来，但歌声还在继续。我们愣了一下，缓缓地看向厕所的方向，看着上面不断跳出的弹幕，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问题：我的手机明明没有任何信号，为什么直播还在继续？小心翼翼地靠近那扇门，我凑过去，偷偷地往里看。原本镜子里空空如也，就在我凑过去的瞬间，突然出现了一个上吊的女人。唐明离一把推开了门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但歌声却在继续。我拿出手机看了一下弹幕，墙里，主播，那声音肯定不是从隔壁传来的，而是从墙里传来的。主播，快把墙壁打开，里面肯定有一具尸体。主播，砸墙啊！酒店要赔钱我给，5个皇冠够不？不够我就给10个。让开！他大喝一声，然后一锤重重，瓷砖应声而碎。随着他的锤子不断的下落，墙壁应声而倒。我们朝里面看去，都惊呆了。我们看到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正是尹胜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谁会在酒店墙壁里埋尸体啊？前面说有尸体的人呢，出来走2步。我晕，居然没有尸体，失算了。主播别怕啊，我说到做到，10个皇冠给你修墙。哎，你们不觉得隔壁房这个房客很帅吗？真的好帅啊，和暴君不相伯仲。哇，还有胸肌福利。我在问话。唐明离微微眯了眯眼睛，一把抱住我的肩膀。我们再玩点情趣游戏，怎么你也想参加吗？我没有特殊癖好。从前你可以换房，放心，今晚我请。而是将他那边的厕所门给锁上。我们俩只得又退了回来。就在走出厕所的那一刻，我们俩再次愣住，在客厅的房梁上吊着一个人。我和唐明离都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他胆子比我大，走过去试探地摸了摸他的脚，不是鬼，是真正的尸体，真的死人了。死人了！报警！快报警啊！天哪，这吓死我了！不会真是鬼干的吧？我觉得还是不要报警的好。如果人真的是鬼杀的，警察肯定不会相信，那主播和暴君就有了最大嫌疑，到时候可是跳进黄河的，行不行啊？我和唐明离一起将尸体解下来，见女士的面容很面熟，这不是酒店的前台吗？唐明离皱了皱眉头，报警吧，报警吧。拿出手机，他才发现根本没有信号，我的手机也一样。怎么会？之前都有信号的。此时往下看去，街道上却一辆车都没有，对面大楼也没有一盏灯亮着，这太诡异了，就像突然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样。顿时觉得头皮一阵阵的发麻，转身对唐明离说：“这里有危险，我们快走！”走廊上的灯光更加暗淡，空无一人。我俩快步冲向走廊尽头的电梯，谁都没有提去叫尹胜尧的事情。我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，让他被鬼杀了才好。但到了电梯，我们却发现电梯根本不动。唐明离用力地掰开电梯门，下面黑乎乎的一片，根本看不到电梯。走楼梯。我们又急匆匆地跑向救生楼梯。唐明离从靴子里拔出一把匕首，一刀砍下去，竟然将管子给切开了。唐明离推开门，我们俩的眼睛一下子瞪开，还是18楼那铺着红地毯的走廊。我们被困住了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他们进入鬼世界了。完了，主播呀，你自求多福啊！
我们会精神支持，多给你打点赏。新闻，我刚才报警了，说 M4酒店死了人，现在警察就在114号房间，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这么说，这主播和暴君从一开始住的就不是真正的酒店，而是鬼的世界。我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拿出手机，看着上面不断跳出的弹幕，突然想到一个可怕的问题：我的手机明明没有任何信号，为什么直播还在继续？想到这一点，我差点将手机扔了出去。唐明礼阻止了我。现在这部手机是我们跟外面的唯一联系，绝对不能丢。各位观众，如你们所见，我们被困住了，这里没有任何信号，我却能够进行直播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你们是我们活命的唯一希望，请不要离开我。主播放心，我今晚不睡觉了，我整晚陪着你。主播不要怂就是干，我们皇冠支持你。主播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、最冷静、唱歌最好听的女人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女神。此时直播间里的关注人数已经突破了10万，还在不停的攀升，这个数字非常惊人。主播，不如去看看隔壁的那位帅哥，看看他是真人还是鬼。可以去看看，如果他死了，还可以给他收尸。我皱了皱眉，他似乎也不待见尹生瑶。房前敲门却没有人回答。唐明离忽然拿出一张卡片，在门上一刷，门就应声而开了。之前有服务员来清扫房间，我从他身上顺的问那钥匙。我们俩小心翼翼地靠近，往里一看，你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？我搜索一下房间。我的脑海里想起了当日，想起那辆红色的法拉利撞伤弟弟的样子，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只要杀了他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我的仇恨，我的愤怒，我的悲伤，全都结束。主播，身后突然传来唐明离的声音，我骤然醒转，连忙收回手。我刚才在干什么？我竟然要杀人，还在直播。我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我摸了他的颈动脉，他还有心跳。我正想起身，突然手腕一紧，头皮一麻，一侧过头，正对上尹胜瑶那双冰冷的放手，放手！他的大手就像铁钳一样死死地抓着我，我居然挣脱不开。唐明离冷着脸，拔出匕首，放开他！你以为你杀得了我？你可以试试。唐明离微微眯起眼睛，眼中满是危险。我们3个人就这么僵持着。2位，想想我们现在的处境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个鬼魂冲出来要我们的命的。你们能先不要内讧吗？2人沉默了片刻，都让了步。尹胜瑶放开了我，唐明离收回了匕首，揉了揉有些疼的手腕，看向尹胜瑶。尹胜瑶目光中满是怀疑和警惕，转身去拿电话准备报警。别白费功夫了，我们已经被困住了。电话里没有任何声音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压下心底深处的憎恨。我们现在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不如放下偏见，合作怎么样？不然我们全都要死在这里的。尹胜瑶和唐明离互换一下眼神，都没有说话。我继续道：现在我们来交换一下情报吧。我将我们的遭遇说了一遍。尹胜瑶沉默了片刻，也讲了起来。他说他当时起身倒水，刚把水杯拿到嘴边，忽然见到水中的倒影，身后似乎有个人影。他回身却发现什么都没。房间里用来做装饰用的高尔夫球杆，忽然听见有人在吵架，好像是一男一女。你想甩了我，跟门当户对的女人，我告诉你没门儿。你要是不取消婚约，我就将你做的那些事情全部抖了出去，看你以后在酒店里还怎么混。你威胁我？威胁你又怎么样？然后一声尖锐的女人惨叫响起，尹胜瑶只觉得脑袋一疼，后面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刚说完，直播间里的弹幕就炸了。这很简单嘛，这位肌肉帅哥听到的就是曾经发生在114号房间里的凶案，一对情侣，男的要抛弃女的去找白富美，女的不愿意，男的就把女人给杀了，这房间才会闹鬼。那个女人说让男人在酒店混不下去，难道那个男的就是酒店里的员工？肯定不是普通员工，说不定是酒店老板的女婿。这男的肯定干了不少非法的勾当，这女人毕竟为他付出很多，就被他残忍杀死，所以才进公司。果然3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。这些观众已经将事情的起因猜了个8、9不离十。我把观众的想法给唐明离2人说了。 M4 酒店现任总经就是董事长的成龙快婿，在这里做过几天大堂经理，后来被董事长的女儿看中，很快就结婚了。哦，怪不得他一上任就说什么要破除封建迷信，不相信有鬼，原来是做贼心虚啊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咱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。我有办法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只能先试试了。露出一张阴森惨白的脸。我从背包里拿出了7个桃木做成的木钉和一把钉锤，来到楼梯门的旁边。我之前跟一位高人学了一点小法术，是用来对付鬼打墙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破除这个鬼空间。说罢，我将体内那一股极细的灵气注入到锤子和钉子之中，累得我是气喘吁吁，额头上全是汗水。唐明离递了一张手绢给我，我冲他笑了笑，道了声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尹胜瑶似乎有点不高兴，不过他一直都是那副死人脸，长得好看又怎么样，还不是个面瘫。然后按照正阳真君给的小册子所画的手势，快速地掐了一个法诀，然后念道：福德正神，至明至亲，护佑乡里，眷顾路人，夜路难行，与我指明，急急如律令。如果是鬼打墙，这道光射出去，立刻就能驱散幻境。楼道门那边仍然是18层的走廊，而不是楼梯。我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，居然完全没有用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，也不过如此。那不如你来。盛瑶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不说话。
我忍不住给唐明黎竖起了一个大拇指。有一个叫做东风吹的观众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是山城人士，我知道你说的哪个酒店，现在已经抵达酒店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我自嘲地笑了笑。如果他知道我长成这个样子，肯定不会来爱慕斯酒店了吧？我们回了1814号房，地上的尸体还在，看起来特别的瘆人。唐明黎扯下床单盖在尸体的身上。我们还是去1812号房吧，和一具尸体待在一起，有点不自在。哪里是不自在，简直就是吓尿了好吗？地上的尸体忽然动了，尹胜尧脸色一变，转身一脚就踢在了尸体之上，露出一张阴森惨白的脸。尹胜尧一个转身，一脚横劈而出，狠狠地踢在了尸体的脑袋上，将他踢歪在一边。快走！唐明黎大喊一声，我们3人立刻冲出了房间，女尸也追了上来。尹胜尧立刻将门关了起来，酒店的门都是自动落锁的，于是只能去1812号房间。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刚落座，我就觉得肚子里有些疼，竟然想上厕所，偷偷对唐明黎说：“有点内急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”没问题。唐明黎说完，侧过头看了尹胜尧一眼。尹胜尧皱了皱眉，没有说话。5星级酒店的厕所十分豪华，还有一张小沙发。我坐在马桶上，沙发背对着我，看不到我。手机震动响了，响起了东风吹的喊声：“主播，我是东风吹，能听到吗？我现在在18层，我在这里见到了一个人，他似乎也在找你啊。”“谁呀？”“我说了，你可别害怕啊。”“哎呀，你快说呀！”“主播，我看到暴君了。”“你确定？”为了不惊动他，我换成了打字。“我已经和暴君说了。”话音未落，手机就被抢了过去。耳机里传来了唐明黎的声音：“君瑶，你在哪？”真的是唐明黎。唐明黎在那边焦急地说：“我不是给你打了电话，说我今晚有事吗？你怎么还是去了？”“你什么时候给我打过电话了？”“就在7点多钟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知道了吗？我听说你出事了，才心急火燎地跑过来。”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。也就是说，从一开始，这个唐明黎就是假的。细思极恐，我居然跟一个鬼生活了这么久。君瑶，还没好吗？马上就好。他真的是鬼物所化吗？气灌注到眼球上，抬眼再次看了他一眼。这一看，差点把我吓个半死。快步地走出厕所，抬眼就见尹胜尧。我眼珠一转，忽然脚下绊了一下，郑尧的手掌上写了几个字：“他是鬼。”自己站稳，女人真是麻烦。回过头对假的唐明黎说：“这人有厌女症，一定是好基鸟。”假唐明黎笑了一声，尹胜尧的身体明显一僵。我打开冰箱，我抽出了一瓶。要不要喝一杯？压压惊。我一人倒了一杯。就在假的唐明黎从我手中接过酒杯的时候，尹胜尧忽然拿起那把小刀，狠狠地刺在了他的颈动脉上，化成了一个恐怖模样的女鬼，目光狠钝无比，反手一掌打向了尹胜尧的胸口。女鬼的身形闪烁了一下，居然消失了。我心中暗暗吃惊，那把刀居然没能杀死他。涂在刀上的朱砂可不是普通货色，而是根据正阳真君小册子里的配方配的，据说能杀死普通怨鬼。难道这个女鬼已经不仅仅是怨鬼了？我勒个操！暴君居然是鬼变的！天哪，我还觉得他超级帅来着，太可怕了！真的暴君去哪儿了？不会是被女鬼杀死了吧？不要啊！女鬼，你活过暴君，主播弄死他，我给你打上20滴皇冠！这个时候，东风吹又发来一个弹幕：“各位不要担心，真正的暴君在我身边，他也在想办法救主播，大家不要急。”头顶的电灯闪烁了一下，熄灭了。我慌忙掏出狼眼手电，看到天花板上倒掉下来一个长发女鬼，那长长的头发缠住了我的脖子，将我吊了起来。一把小刀凌空而来，斩断了她的头发。我跌落在地，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胳膊，尹胜尧居然救了我。你还有什么本事就都拿出来。你拖住他，我来想办法。尹胜尧没有丝毫的迟疑，接过刀，几步便冲了上去，在墙上点了点，便一刀砍向了正朝他爬来的女鬼。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与女鬼正面硬扛，我真是要敬他是条汉子。以女子之掌心血绘制阴阳八卦图，我吸取鬼怪的阴气，我忍着剧痛将自己的血不要钱的往地上抹，好不容易化成了。我抬头一看，尹胜尧居然能和女鬼战个难解难分。快把他引过来！尹胜尧身形一闪，便躲了过去，而女鬼正好落在了基因八卦图上。我发出一声惨叫，而此时在外面世界的18楼，暴君大哥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进去？总不能看着他们死在里面啊！闭嘴！唐明黎面色阴沉的呵斥，这个小子闹得他有些心烦。东风吹有点委屈。就在这时，2个标押着一个30多岁的男人走了过来。你们干什么？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？林经理，你应该知道我叫人带你来是为了什么。我不懂。既然你不懂，我就提醒你一下。周小慧，你总该记得吧？他以前是这里的工作中员，专门管物资采买的。后来他得了抑郁症，在酒店里上吊自杀了。自杀？真的是自杀吗？警察都说是自杀了，难道不是？这是你当年和周小慧一起从采买中吃巨额回扣的证据，足以让你在牢里坐上5、6年了。林经理颤抖着翻开，只看了几页就慌了。你想要怎么样？很简单。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周小慧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人给你带来了。唐明黎和林经理都被吸了进来。
林经理一看女鬼，便吓得双腿发软，而女鬼却双眼透着怨毒，看着就要挣脱基因八卦阵，冲上去朝着林经理狠狠地踢了一脚。当年是不是你杀死的，然后伪装成自杀？说。是我，不，你们听我解释，我当年只是想让他不要叫，稍微用力了一点，哪里想到会把他给掐死。这是意外，这全都是意外啊！你当年是不是想甩了他，去跟酒店董事长的女儿结婚？是，但我根本不喜欢那个女人，是她和她爸强迫我的。小慧，对不起，小慧，对不起，我很爱你，我其实是舍不得离开你的呀。活了这么大，第一次见到这么无耻的男人。这种人渣怎么不去死啊？女鬼快杀了他！给酒店董事长和女儿默默点个蜡，遇人不淑啊！有个这种丈夫必须，以后要成为圈子里的笑柄喽。视频我都录下来了，直播结束以后送你2局。你准备吃枪子了吧你？小慧，你就放过我吧，你爸妈我也安置好了。你爸爸很喜欢吃春秋季的白斩鸡，我每周都会亲自买好了送去。还有你妈妈，她腰椎不好，我给她联系了最好的医生做理疗，现在也好多了。小慧，你就放过我吧。动手！尹胜尧一刀劈下去，斩断了女鬼的脑袋，女鬼化成了一缕缕黑色的气息，飘进了我的口鼻之中。死了，你终于彻底死了，周小慧，没想到你活着被我骗，死了也被我骗。你那对父母早在几年前就自杀死了，你居然还相信我会去照顾他们。他这个丑态激怒了直播间里的观众。这不是人，这简直就是禽兽！哎，前面的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他妈是禽兽被黑的最惨的一次。主播弄他，我给钱。有钱做善事，那就一定要做。我冲上去，一脚踢在他的脑袋上，在他脸上留下了一个漆黑的脚印。你敢踢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这种人渣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们又回到了正常的世界。主播，你就是主播，你们都没事儿，真是太好了。这次多亏了你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不过主播能不能让我跟你合个影？如果你能让我看看你的真容就好了。我的心一抖，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照过相，连老师都说以后学生看到照片上有一个这么丑的人得多膈应啊。唐明里仿佛看出我心中所想，主播要走神秘路线，容貌必须保密。这个能理解，能理解。待会儿可能督察要来，你先回去，这里自然有我应付，不必担心。你们帮我把袁女士送回去。然后看了一眼尹胜尧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我来，我心中有些忐忑。为什么我每次直播都能见到鬼，而别人一辈子都未必能见到一次呢？难不成我是吸引鬼魂的体质吗？突然跳出一个对话框来，让我升级直播间。我清点了这次直播的打赏，全部加起来居然超过了10万。第4次直播打赏居然能过10万，就是全网都没有这么好的成绩了吧？再看我的等级，已经从黑铁级升到了白银级了，我现在分成是8成。没想到直播居然这么赚钱，我满心欢喜地翻看着网页。自从我的直播间火了之后，黑岩 TV 上出现了很多直播见鬼的，但大多都是装神弄鬼，再加上5毛钱特效，我点进去一看，全都是骂声。我有些疑惑，为什么我每次直播都能见到鬼，而别人一辈子都未必能见到一次呢？难不成我是吸引鬼魂的体质吗？软件一声脆响，我看到一个名叫云霞仙子的人请求加我为好友，我眼睛一亮，这个云霞仙子之前可是打赏了我5顶皇冠，土豪可不能不巴结。我通过了申请。正阳真君的老鬼说的没错，你这打鬼捉鬼真挺有意思。原来姐姐是正阳真君的朋友，她今天没看我的直播吗？她今天有事去了，我觉得有趣就来看看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这样啊，小妹妹，你运气不错，可是这捉鬼的本事可不怎么样。还有你那些捉鬼的道具都是不入流的东西，你就不知道去买些好的？为了省钱，用的都是最便宜的。姐姐，你不知道，我家中有个病人，躺在医院里，天天都要花钱，我又没有工作，所以能省则省了。你这样可不行，这次是你运气好，要是下次遇到个更厉害的，岂不是命都没有了？这样吧，姐姐我今天心情好，跟你又投缘，送你一个药方，你拿去炼药卖钱，买些好的法器来，免得捉鬼直播变成了自杀直播。聚疤膏的药材都是挺常见的，我去中药店里一样买了几斤回来，然后按照药方上的程序熬制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。直到熬的水快干了的时候，需要输入一缕的灵气，只能抓着瓦罐的把手，将灵气小心翼翼地输入其中。浓稠的药汁仿佛荡漾起一层淡淡的白光，然后迅速消散其中。药罐里面只剩下一层白霜，明明是黑色的药汁，却能凝出如此洁白的药膏，而且还有一股异样的药香。我将这些药膏刮出来的时候，满屋子都弥漫着这种香味儿，闻得非常舒服。我将药膏刮进精致的瓷盒子里，这是买药材的时候顺便买的胭脂盒，但是我却有些担心，这玩意儿真的有效吗？先在自己身上试试吧。我挖了一小块涂在伤口上，伤口冰冰凉凉的，没过多久就开始热。忙了一天，我也累了，就开始打坐修炼。第二天早上又吸收到一缕鸿蒙紫气，感觉体内的灵气又茁壮了一些。忽然看见我的右手背光洁嫩滑，居然真的不见了，真的有效，而且10来年的疤痕说没就没了。我可以想象这药膏拿出去会有多轰动。我又在自己身上试了几次，只是这张脸依然不能看。我心中满是希望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
我该怎么把这个推销出去呢？没办法，我只能求助于唐明黎。唐明黎告诉我，我走之后警察来了，带走了林经理，而那个被杀的前台是他的情人。林经理出轨了，而且出轨对象还不止一个。的岳父家知道后大发雷霆，他的老婆跟他闪电离婚，拿走了他所有的股份和钱，他一无所有，还要坐几10年的牢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唐明黎告诉我他都搞定了，连这种人命的事情都能搞定，他真是神通广大。于是我问他有没有认识什么有钱的朋友，最好是女人身上有难看疤痕的。巧了，我正好认识一个。朱玲，曾经红极一时的女影星，她长得倾国倾城，身段姣好，演技绝佳，一出道就引起了轰动，哪怕是极品大烂片都会有人看。她却在一次拍摄的时候被烧伤，小半边脸都烧坏了。虽然命保住了，但脸没了，一切都没有了。还好她手中有着丰厚的积蓄，不愁吃穿，但整日闷在屋子里，不肯走出房门一步。唐明黎和他有些交情，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他就同意见面了。你就带着这么一个骗子来见我？唐明黎开车带着我到山城市郊外的湖边别墅。陆小姐今天心情有些不好，两位还请多担待一些，千万不要刺激她。这位女仆脸上带着几分愁容，看起来是真的关心朱玲。来到朱玲的卧室，她就坐在巨大的落地窗前，背影孤寂而落寞。朱玲，我们来了。唐少，没想到你会来看我。自从我出事之后，以前那些围在我身后像狗一样转来转去的，全都避我如蛇蝎。那样的人不来也好，免得看着扫兴。唐少，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人了吧？他真的有可以治好我烧伤的药膏？正是。是中药膏？是的。唐少，我是看你的面子才同意见他，但你应该知道我一直不信中医，中医不过是巫医，都是骗子。从小到大我就没有碰过中药。你们走吧，你应该已经试过所有的办法了吧？植皮也植过很多次了，都无法治好脸上的伤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你不试试呢？俗话说，死马当做活马医，反正你又不会损失什么。难道你那个什么药膏不要钱？当然要，而且价格不低。你就带着这么一个骗子来见我？朱玲的性格就是这样，直来直去，也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，因而得罪过不少人。唐明黎的脸色有些不好，正要开口，我忽然取下自己的帽子和口罩，露出我这张丑陋。这是纤维瘤，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医生就说治不好，我一辈子都只能顶着这张脸生活，但我从不气馁，就算生活再艰难，我也要坚强的活下去。所以，我能够明白你的痛苦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骗你。我的话似乎让他有所触动。我愿意试试，不过先说好，如果没有效果，我是不会付钱的。当然，你可以先涂一小块，看看效果。今晚不要洗脸，明天一早就能看到效果了。你不该说明天就能看到效果，就是灵丹妙药也没有这么快的药效。别看朱玲现在落魄了，其实她的舅舅是荣城地下势力的老大，因而她以前得罪那么多人，也没人敢来找她的麻烦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如果明天药膏不见效，我就是在耍着他玩，他要整死我，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。成不成，明天就能见分晓。反正我能护住他，就让他胡闹一次吧。第二天一早，唐明黎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刚才朱玲电话里告诉我，你的药膏居然真的有效，想要立刻见你。这是当然，我可是在自己身上试过很多次了。当时我跟你借20万，你只肯借10万。如果你能借我20万，哪怕被他爸爸赌输了10万，我也有钱救孩子呀！朱玲，难道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还值不了20万吗？当时我跟你借20万，你只肯借10万。如果你能借我20万，哪怕被他爸爸赌输了10万，我也有钱救孩子呀！朱玲，难道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还值不了20万吗？这一次来到湖边别墅的时候，朱玲热情了很多。你看，真的有效。总能给我惊喜。抱歉，我昨天的态度不太好，以前我遇到了太多的骗子，自然要警觉一些。没关系，我又不是医生，你怀疑我也正常。朱玲女士，我治好你的发伤，治疗费一共20-30万，你看如何？几百块成本，要30万会不会被打？难道是嫌贵了？我这盒药膏的本钱也就几百块，现在一开口就是30万，会不会被认为是讹诈啊？才30万，这么便宜吗？我这才回过味来。对于朱玲来说，那张脸就是全部，别说是30万，就是300万、3000万她也掏。国外不就是有很多明星给自己的腿啊、胳膊、胸之类的买几千万、上亿的保险吗？我心中肉疼不已。哎，本想狠狠地敲诈他一笔，却没想到说少了，他非常爽快地转了30万给我，又给我多转了10万，说这是酬谢。
我也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我挖了一大盆药膏，小心的敷在他的脸上。他一脸享受，邀请我今晚住下，明天一早和他一起见证奇迹。我怕中途会有什么变故，也就答应了。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清淡但极其可口的晚餐，晚上又一起喝了茶，吃了茶点，然后各自回房歇息。在经过朱玲房间的时候，我闻到一股异香。怎么了？这点的什么香？就是普通的檀香，我喜欢檀香清雅的味道。这味道有些古怪，我可以看看吗？请随意。这时，我发现跟在后面的中年女仆露出了几分紧张，心中不由一动，难道真的有猫腻？我走进了屋子，异香更加浓郁。我拿起紫砂香炉，打开闻了闻，这里面放了螺旋草。螺旋草是什么东西？螺旋草是一种能导致幻觉的植物。我小时候在乡下曾见过有个骗人的神婆，受家属的邀请，给刚死去的老人招魂。他根本没有招魂的本事，靠的就是往香炉里放入大量螺旋草，让家属产生幻觉。我外婆就当众拆穿了他的伎俩，从香炉里掏出还没有烧完的螺旋草粉。当时我所闻到的就是这种香味。怪不得我最近总是做噩梦，原来是中了毒。如果长期吸入螺旋草，跟精神控制没有什么区别，精神会一天天萎靡，噩梦缠身，最后精神失常，自嘎身亡，脸毁了，事业没了。这个时候自我毁灭，谁也不会怀疑。好狠毒的计策！朱玲女士，能告诉我给你准备檀香的是谁吗？这种阴险恶毒之人，绝对不能放过。心怡，难道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别假惺惺！你害死了我儿子，我要你偿命！你儿子明明是病死的，我还借了你一大笔钱给他治病，我对你算是仁至义尽了。那笔钱都被那杀窃盗的孩子爹拿去赌了呀！冤有头债有主，既然如此，你不去找他的麻烦，为什么来对我下手？当时我跟你借20万，你只肯借10万。如果你能借我20万，哪怕被他爸爸赌输了10万，我也有钱救孩子呀！朱玲，难道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还值不了20万吗？朱玲眼中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，她害自己的理由居然是这个。当时她打听过，手术只需要8万，剩下2万做营养费就足够了，便只借了10万。哪里知道她借20万，本来就有10万是拿去给她男人赌博的。当初你不把钱给你老公拿去赌不就行了？说到底，还是你自己软弱，你连报复你老公都不敢。之所以来对朱玲女士下手，也不过是因为她待你很好，你觉得她好欺负罢了。你既蠢且恶，死不足惜。我的话戳中了他的痛处，他大吼一声，不顾一切地朝我扑了过来，被唐明明一脚踢翻。朱玲叫来了保镖，把他控制起来，准备明天交给警察。他对心仪是有几分真情的，此时极为伤心，另外找了个房间草草地睡下。我气不过的是，你居然买通我的保姆和保镖给我下毒，让我产生幻觉，想要逼我自杀，你好狠毒的心思！什么？下毒？大爆料！他怎么会知道下毒的事？那种毒药很特殊，很少有人知道才对。老实交代，是谁指使你们给朱玲女士下毒的？你如果敢说一句假话，就不仅仅是坐牢的事情了。我什么都说。大小姐，让我来对你下毒的是宋娜。大小姐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一声惊呼吵醒，我顿时慌了，难道药膏有问题？朱玲女士，你没事吧？朱玲回过头，我好了。好美的女人，我完全好了。君瑶，谢谢你，你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妹妹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一定会帮你做到。我忙答应着，但是心里却不以为然。给他治伤是收了费的，他也不过是高兴之余随口说的，我千万不能当真，不然就真是不识趣。朱玲女士，不好，心怡跑了！什么？你怎么能让她跑了？都是我的错，女士，请允许我引咎辞职。你不用辞职了，先去警局吧。大小姐，求求你饶过我这一次吧，我不想坐牢啊！你说是谁放你走？心怡战战兢兢地看向保镖，保镖突然出手，然后迅速朝着窗外逃去。唐明明拿起桌上的一件艺术品，随手一扔，保镖惨叫一声，扑倒在地上，晕了过去。老实交代，是谁指使你们给朱玲女士下毒的？你如果敢说一句假话，就不仅仅是坐牢的事情了。我什么都说。大小姐，让我来对你下毒的是宋娜。大小姐，宋娜她抢了我的男朋友，我的事业，把我的一切都抢走了，还不满足吗？我之前在网上查过，这个宋娜是朱玲的学妹，当年朱玲提携她，才让她有了些名气。朱玲出事之后，娱乐公司就彻底放弃了她，力捧宋娜。现在的宋娜已经代替了朱玲，成为了当家花旦。朱玲以前的男朋友叫方华健，在跟朱玲闪电分手之后，和宋娜成了一对，经常在公众面前秀恩爱，真是渣男贱女的绝配。宋娜说
说方华健老是拿他跟你比较，说他处处都不如你，他对你恨之入骨，所以欺人太甚。唐先生，这次多谢你了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妥善处理。这2个人绝不能让他们轻易出来。君瑶，你这个祛疤膏可以量产吗？怎么了？我旗下有一所医药公司，我想跟你买下药方，或者你用药方入股都可以，你看如何？有钱赚我当然高兴，但是这药膏不能量产，就是我自己做，数量也很有限。唐明离无奈的叹息，这个药膏要是能量产，肯定会在全世界引起轰动，他旗下那间普通的医药公司也会一跃成为全球知名的大企业。我将刚刚得来的40万去交了30万，剩下10万得去买些好东西，所以这次我买了最好的药材来炼制朱砂，又找了一棵上百年的桃树，买了一根比较粗的树枝，然后在雷雨天买了一只风筝，线的一头系在桃木枝上，然后放飞风筝。轰隆一声，天空中一声巨响，一道雷电顺着风筝线从天而降，直接打在了那根桃木枝上，轰的一声亮起了一道耀眼的火光。我等雨停了才敢过去，这根树枝已经被劈焦，但拿在手里更沉更硬。这就是道家所说的雷击木，辟邪之物，百鬼畏惧。我去找了一个做工艺品的木匠，让他给我做成了桃木剑。我将这把微黑的剑拿在手中，剑身微热，我仿佛能够感觉到它蕴含着一丝淡淡的灵气。一切准备妥当，我的钱又见底了，真是花钱如山倒，赚钱如抽丝呀。朱玲姐，你不能这么胡乱栽赃陷害，我宋娜行得端坐得正，真金不怕火烂。这些话留着跟督察说吧。我已经将保姆和保镖交给了警方，他们为了减刑，什么都交代了。朱玲，您对自己的学妹抢了自己的男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朱玲，方便透露一下你是在哪家整容医院做的植皮手术吗？这一天我接到了朱玲的电话。2位，我想请你们看一场好戏。第2天是影后宋娜的新片发布会，全国各大媒体都来了，还来了不少的国外媒体，粉丝将发布会挤得水泄不通。我和唐明离坐在朱玲的车里，缓缓地开了过来。根本没有一丝毁容的痕迹。朱玲，她不是毁容了吗？你看她那张脸太美了，怎么都不像毁容啊！是朱玲，太美了！朱玲，我爱你！宋娜的这些粉丝以前大都是朱玲的粉丝，一见到她全部都激动地大叫，众人大声呼喊着朱玲的名字。她微笑致意，朱玲如同女皇加冕一般，每一步都走得美丽而高贵。唐明离拉着我从另一边的员工通道走了进去。此时会场里正在举行发布会，一个身着银白色薄麻西装的男人搂着宋娜的腰，2个人亲亲热热，大秀恩爱。就在这时，大门忽然开了，朱玲款款而来，是朱玲。众人齐齐回头，无数摄像头对着她噼里啪啦一阵乱拍，而台上的宋娜却脸色惨白，而方华健却看呆了，眼里全是惊艳，不由自主地将放在宋娜身上的手收了回来。朱玲，您的脸好了，今天是准备重新复出吗？朱玲，您对自己的学妹抢了自己的男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朱玲，方便透露一下你是在哪家整容医院做的植皮手术吗？朱玲，各位，你们的问题都能得到回答，但这之前我有些话要跟台上的2位说。记者们两眼放光，这是要当众撕逼呀！小玲，朱玲连看都不看他一眼。我只想问问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对我？朱玲姐，你脸好了，我打心眼里替你高兴。你要付出，我也支持。可是你不能随意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！是在你走后，我的确取代了你的位置，可那是因为我的实力啊。至于华健，我们是自由恋爱。如果你恨这个，我给你道歉。说着，宋娜深深地朝着朱玲鞠了一躬。这一番话说的是情真意切，在场的无不动容，都对宋娜产生了同情。那些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。你抢走了我的事业，没关系，我今后可以再创高峰。你抢走了这个男人，这种见利忘义的男人走了最好，让他去祸害你吧。我气不过的是，你居然买通我的保姆和保镖给我下毒，让我产生幻觉，想要逼我自杀。你好狠毒的心思！这可是大爆料，记者对着2人啪啪的拍个不停。大爆料！他怎么会知道下毒的事？那种毒药很特殊，很少有人知道才对。朱玲姐，你不能这么胡乱栽赃陷害。我宋娜行得端坐得正，真金不怕火烂。这些话留着跟督察说吧。我已经将保姆和保镖交给了警方，他们为了减刑，什么都交代了。说完，2个警察大步走了进来。宋女士，
现在我们怀疑你跟朱女士被下毒一案有关，请跟我们回去。宋娜惊慌地看向方华健，方华健此时恨不得离他越远越好。宋娜的眼中满是失望和仇恨。你果然是个无情无义的渣男。小玲，你放心，以后我继续捧你，保证让你比以前更红。够了，收起你那一套，去骗小妹妹吧。当初你就是让那只小鬼在片场下的手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本来一直躲在人群中看热闹，忽然一抬头便看见一个4、5岁的小孩趴在头顶的镁光灯上，是小鬼。听说现在很多女明星都喜欢养小鬼，难道这个是宋娜养的？我立刻拿出了手机，打开直播间，几千人立刻涌了进来。主播居然会在白天开直播，真新鲜。哎，这不是影后宋娜的新电影发布会吗？怎么会有警察在啊？难道宋娜犯事了？哎，等等，你们看，那是朱玲，她不是被毁容了吗？脸怎么好了？似乎比以前还好看了呢。各位，我开直播不是让你们看意外事件的，你们看那盏灯是不是摇来摇去的？那是因为有个鬼挂在上面，你们可能看不见它。天啊，真有个小鬼！哎，你们看见了吗？4、5岁，眼睛黑漆漆的。哎，你们说这小鬼是谁养的？宋娜还是朱玲？这个不好说，我觉得宋娜多一点。我有些懵，那个小鬼没有现形，现场的人都看不到他，为什么直播间里的观众却能看到？不容我细想，那个镁光灯剧烈的摇晃起来，我往下一看，那2个警察正带着宋娜走来，镁光灯掉在了脚背上，正是痛的2个警察。小心！一时间场面有些混乱，宋娜的眼珠一转，推开身边另一个警察，夺路而逃。警察奋起直追，而那只小鬼却窜了出来，凶神恶煞地扑向来。我从地上跳了起来，从包里拿出一瓶黑狗血，往外一洒，淋在了小鬼的身上。他大叫一声，扑了过来。忽然，唐明明用一条铁链子缠住了他的脖子。你能看见？我涂了你有眼泪，快！这条浸了黑狗血的链子快要缠不住他了，快想办法！小鬼拼命挣扎着，最后化为了一道黑烟，飘散在空气中。这次黑烟并没有钻进我的口鼻，想来是因为这小鬼杀的人不多，罪孽并不深重。此时，那名警察已经抓了宋娜回来，宋娜胸前带着一块佛牌，那是小鬼的骨灰。宋娜，朱玲的脸也是你弄伤的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当初你就是让那只小鬼在片场下的手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养小鬼本来就是旁门左道，消耗你自己的气运，你还用它来害人，你有今天也是活该。凭什么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？我哪点比不上他？论容貌我和他不相上下，论演技我比他高出无数倍，我才应该是影后，我才应该是国际巨星。宋娜，你以为我有今天的成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跑龙套，什么苦没有吃过，寒冬腊月里在冷水中一泡就是1天。你呢，在雪地里说几句话都要用替身，你这样的人红了，简直就是影视界之耻。我关掉了直播，宋娜被警察带走了。朱玲姐，别难过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是真的想提携后辈，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结果。朱玲，你的脸完全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没想到宋娜居然是这种人，连我都被她蒙蔽了。小玲，你放心，以后我继续捧你，保证让你比以前更红。够了，收起你那一套，去骗小妹妹吧。2位，今天让你们看笑话了。晚餐已经订好位了，我请。方华健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眼底满是怨毒。看来他被当众下了面子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过这些与我无关了。听说过国家的特殊部门吗？特殊部门，正规的名字是特殊事件调查处。今天要见的这位就是山城市分部的一叫金队长。朱琳和宋娜的事情在黑岩 TV 上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。虽然这段直播很短，但打赏却比上次还要多。名人效应就是不一样。这一次正阳真君还没有上线观看，云霞仙子倒是看了，义愤填膺。现在的年轻人明目张胆地养小鬼，做这等邪魔外道的事。末法时代以后你遇上了这样的，给我狠狠的教训，本仙子重重有赏。他又给了我一个文档，这一次是用来泡药浴的，能够打熬筋骨，让身体更加强健。有了祛疤膏的事情，我现在对他深信不疑，立刻拿了钱去买了材料。这个材料可比祛疤膏贵很多，所以我的钱又见底了。我看着卡里的余额，心中感叹：钱真是不经花呀。家里没有浴缸，我就买了一个木桶，将药材全部煮好。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温热，但很快变得越来越烫，烫得我全身钻心的疼。这是药力进入了身体，开始打熬筋骨了。忍耐，一定要忍耐！隔壁已经来敲了好几次门了。我已经够丑了，不能再继续软弱下去。我在药水里泡了整整2个小时，却像是过了1个世纪那么长。我要变强！我从木桶里出来，洗了澡，觉得浑身清爽，仿佛轻松了许多，连力气都变大。
居然能单手举起25公斤的米袋子。我检查自己的体内，那一缕灵气似乎又粗壮了一些。接到了唐明黎的电话。谁？君瑶，有人想见你。你听说过国家的特殊部门吗？特殊部门，正规的名字是特殊事件调查处。今天要见的这位就是山城市分部的一叫金队长。走进咖啡馆，我一眼就看到坐在角落里的那个男人。袁女士吧，请坐。喝点什么？拿铁吧。2杯拿铁。味道也不过如此。在下金帆。袁女士，我是个直人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我看过你的每一个直播，你似乎懂一些特殊手段，不知道你师承何？我刚刚打熬了筋骨，力气大了不少，信心也随之爆棚。金队长，这个不太方便说，家师不愿意我向外人提起他的名号。书里不都写了吗？这些世外高人都有怪癖，我越表现的神秘，他们就会越相信。袁女士，你知不知道你的直播属于违规内容？啊！我心头咯噔一下，不是吧？难道他们要和谐我的直播？既然如此，你们为什么不关闭直播间呢？我们的技术人员无法关闭你的直播间。什么？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联系了黑岩 TV， 他们的程序员无法操作你的直播间，最多只能给你推荐。而我们的技术员也研究过，哪怕是将服务关闭，也无法关掉你的直播间。袁女士，对此你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吗？金队长，直播间的事情我确实不知道，但我开个直播间不犯法吧？当然不犯法。只是你这个内容，我的内容都是我亲眼所见。金队长今天来是想让我不要再直播了吗？不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支持你继续直播下去。今天请袁女士来，只是想跟袁女士见个面，相互认识一下。今后袁女士在抓鬼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了什么难处，随时都可以找我。这是示好？我们又扯了几句，金队长便告辞了。队长，你觉得这个袁君瑶女士如何？看起来没什么心机。队长，我们要不要派个人盯着她？暂时不需要，让她继续直播是上面的意思，说明这个人已经入了上面某位大佬的法眼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找麻烦的好。他在直播里使用的那些捉鬼的法术、阵法，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。总部的人说，那些东西非常古老。这个袁女士恐怕是得了上古的传承，也不知道她师傅是什么样的大人物。小林，你的联系方式我也一定交给了他，以后他如果有事相求，你积极点。我有预感，跟他搞好关系，今后有的是好处。我明白了，队长。现在我们就去看看，是不是真的有。我推开门，一股阴冷之气迎面而来，让我生生打了个冷战。阴气好重。忽然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传来，周大师，您愿意点头来为我们降妖除魔，斩除恶鬼，真是救了我们一命啊！咱们这是娱乐场所，闹鬼的事情弄得满天飞，谁愿意来娱乐消费啊？以前这层楼的顶级包房都是人满为患，现在生意都差成这样了。哎，邱老板，稍安勿躁，等我看过再说。咦，这锁怎么坏了？难道有人谁？给老子滚出来！我见躲不了，朝唐明黎望去。是我。唐明黎牵起我的手，大步走了出来。你是谁？你的名号似乎也有不好用的时候。我的大本营不在山城市，这里认识我的人只有寥寥数人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听说这里闹鬼，是来捉鬼的。就你们捉鬼，真是滑天下之大骄！你们这2个小毛孩子毛都没长齐呢，还来抓鬼！来人，把这2个家伙给我打出去！直播间里顿时闹得天翻地覆。你他妈是谁啊？听你也敢跟我的男神暴君这么说话？你个死胖子，居然敢质疑我们伟大的主播！你知道我们主播身上有多少厉害的毒吗？主播，快用你实力狠狠打他的脸！唐明黎一挥手，那2个特种兵出身的保安一惊，身不由己的齐齐后退了一步。邹老板，你开起门来做生意，哪有把客人往外赶的道理？既然都是来抓鬼的，那不如各显神通，反正你又没有神损失。有意思，他们要留下来就让他们留，我抓鬼而已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，只是待会儿别尿裤子去了。不过是个还未入门的家伙，丫头，有老夫在，不用担心。是了，有这位世外高人在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这位大师，这间屋子可是很凶的，我见你身上没有带任何法器，你这么贸然进来，就不怕出事吗？哼，外行就是外行，没有一点眼力。我这只罗盘是祖师爷传下来的，已有1800年，是全华夏独一无二的法器。这人真敢吹，这罗盘最多100年的历史，而且上面一丁点灵气也没有，还敢自称法器。周大师，那你可要小心喽。笑话，我堂堂天师道弟子会被几只鬼魂所伤。外行人闪开，别妨碍了我施法。滚开滚开，别在这里碍着大师的事儿，不然老子拆了你的骨头！我朝唐明黎使了个眼色，退到角落。那周大师端了罗盘，在屋子里走了一圈。何方鬼物，
居然敢在此为非作歹，还不速速给我滚出来！那朱砂只不过是普通货色，根本不能和我的特制朱砂相提并论。大师是鬼，真的是鬼，赶快把他给我处死！难不成这个邹老板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你这作恶多端的鬼物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将你打得魂飞魄散！周大师除去了女鬼，得意地转过身。幸不辱命。周大师果然法术盖世，居然还有些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孩子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居然想要挑战周大师。我怎么会和那些小孩子一般见识？周大师您放心，这次答应您的酬金700万，我一定会一分不少的打在您的账户上。周大师皱起眉头，缓缓地回过头。啊！鬼呀！别慌，看我斩妖除魔！混账，还敢行凶！这个周大师会点三脚猫的功夫，对付一些孤魂野鬼还行，对付怨鬼就差些火候了。最后一次，他撞在了点歌机上，摔断了胳膊，再也拿不住桃木剑。看着女鬼从虚空之中出现，一爪抓向他的脑门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扔出一块石头，那石头上沾了黑狗血，但这黑狗血可不是普通的黑狗，我还是托了唐明离才能找到。女鬼一惊，身形一闪，消失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打开打火机往女鬼身上一扔，就像是扔进了油里。她拼命地挣扎着，一寸一寸化为黑色的雾气消失。在最后一刻，她忽然朝我伸出了手。地下室囚禁，难道这个 KTV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地下室囚禁，难道这个 KTV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丫头，不用这么麻烦，你有火折子没有？火电室里能打火的那种。这个也行，你冲过去用火点一下那女鬼。女鬼的身上似乎有一股浓烈的油味儿。来不及多想，我打开打火机往女鬼身上一扔，就像是扔进了油里。她拼命地挣扎着，一寸一寸化为黑色的雾气消失。在最后一刻，她忽然朝我伸出了手。地下室囚禁，难道这个 KTV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而观众之中也有人会读唇语。地下室囚禁，难道跟国外一样，这座 KTV 是个黑店？地下室里关着被拐来的少女，逼着他们接客。前面说的有道理啊，不然之前那个周老板看到女鬼之后怎么会那么害怕？肯定是心里有鬼。主播绝对不能放过他们，走到地下室去看看，我们用打赏给你精神支持。瞬间又是几个皇冠，我正有些犹豫。我看这也不是什么正经地方，如果真有什么龌龊事，你解决了，对你脸上的冤孽疮也有好处。真君，您怎么知道我脸上长？万事，还有你身边这个小子呢？这位正阳根君肯定调查过我，不过这些世外高人本来就脾气怪异，调查我也很正常。你居然能够使用纯阳之火，莫非你是纯阳派的传人？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纯阳派还有传人吗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丫头，来，我教你2个手势。你竟然真是纯阳派的人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仙子饶小的一命。你的道术还没入门，不是纯阳派的弟子，为何会知道纯阳派的手势？这种手势是纯阳弟子在外行走江湖时遇见同道、互报家门之时所用。当年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曾跟随家师一起上纯阳山，拜见纯阳派的一位大师。家师让我在院子里玩耍的时候，正好看到几个纯阳弟子在练习这个手势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日所见到的那位大师是多么的气势慑人。只可惜现在是异能者和古武者的天下，道门衰微，道门居然衰微到这样的地步，倒是让那些旁门左道得了势。怎么，现在不赶我走了？不，小的不敢。我懒得理他，对唐明离说了地下室的事。有可能真的是观众所说的那样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周大师连忙扑上来，居然还伸过来亲吻我的脚背。仙子，求您收下我，让我在您面前端茶递水。哎，这个哪里是什么周大师，这明明是个见风使舵的小人。奸诈小人加1，主播这逼装的很给力，我已经打赏了1顶皇冠了，待会儿再打赏1顶。前面神土豪，别叫我仙子，我也不会收下你。你要是再纠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想试试纯阳派的黑心符吗？中了这个符咒的人，如果心狠手黑，就会暴毙而亡。你要不要测试一下你的心黑不黑？那还是算了，我还是不要污了纯阳派的名声了。混蛋，放开他！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正趴在一个女人身上，那个女人满脸是血，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混蛋，放开他！我和唐明离径直来到底层，唐明离步子一顿，突然伸手拦住了我。
这里埋伏着人，你后退。那两人身材高大，看起来像国外的雇佣。唐明离在其中一个人的脑袋上，又立刻挥拳打向另外。就在他出这一拳的时候，我分明看到一股气流随之而出。这个小子不错，已经达到了暗劲后期了，随时可以突破巅峰。他要达到化劲，还差点火候。暗劲道义图分为明劲、暗劲、化劲、单劲。单劲之上是宗师，宗师之上是大宗师。也不知道现在的华夏还有几个大宗师。一旦我们修道之人超过了5品，大宗师也不过是蝼蚁一般。这武道的气，感觉是灵气的精简缩小版，杀伤力要大大的打折扣。暴君你好帅啊！我要跟你生猴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暴君太太团的一员了。哎，暴君居然是个暗劲高手，我比他大那么多，还只是个明镜。哎呀，天才就是天才！前辈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收拾完了3个保镖，唐明离打开了电梯，却发现电梯只有负1了，那里是地下停车场。他拎了一个保安过来，他冷笑一声，朝他的肋骨下面摁了一下。我说，电梯立刻动了起来，已经过了负1层，但电梯还在下降。忽然，只听咣当一声，电梯停了，门应声而开，一群拿着砍刀之类武器的保安冲了进来。唐明离冲了出去，手中只有一把桃木剑，但凭着这把没有刃的剑，他左右拼杀，一路势如破竹。等他冲出包围圈的时候，身后已经躺着满地的人了。直播间里彻底沸腾了，观众们跟狂欢似的，不要命的打赏。精彩精彩！那些功夫片都是假的，哪有暴君的真功夫让人热血沸腾啊？嘿，前面的，别用功夫片来侮辱我们暴君好吗？话间便来到了地下室，这地下室装修的居然也很豪华，但是旁边的房间看起来不像是 KTV 包房。我听到旁边一间房里有声音，转动了一下门把，居然没有锁。往里面看了一眼，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正趴在一个女人身上，那个女人满脸是血，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。混蛋，放开他！直播间里也是义愤填膺。我操，这他妈是人干的事情吗？这是禽兽啊！这是禽兽被黑的最惨的一次。没想到山城市的 KTV 里居然有这样的地方，真是给我们山城市丢脸。你他妈是谁？老宗是怎么做事的？我们是来替天行道的人。我不敢动弹。观众朋友们，地下室没信号，快帮忙报警！地址是紫金街道368号。地下室里安装了信号屏蔽器。主播你放心，我是山城市人，我已经报警了。直播的内容我已经录起来当做证据，不要问我是谁，叫我雷锋。主播注意安全啊！他们敢在山城市这个地界上猖狂，肯定是有所依仗的。我也管不得他有没有后台，现在救人要紧。这直播已经不能用科学解释了。从房间里出来，却见邹老板带着4个身材高大的外国人保镖，那些人的手里居然都有枪。几年前我们买过一个女孩，是那个春丽的亲妹妹，她进来当公主就是为了找妹妹，我怎么可能让她活着？没想到她会变成鬼，阴魂不散。即使唐明离再能打，也没办法对付枪械，这可怎么办？那个公主包房里死去的第一个公主，恐怕是知道了地下室的秘密。邹中石，你背后老板的胆子也太大了，这里是华夏，你以为可以藏得下这么龌龊的地方？我幕后老板的能量不是你能够理解的，在这里杀了你们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谁敢下来查？怪不得徐家老七生意越做越大，原来是开了个这样的销魂窟，不走正道，迟早自取灭亡。你居然知道徐先生？徐家老七，徐家最不成器的嫡系子嗣，这些年在外面没少干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徐家上下没有一个人看得上他。以前他做的不过是小打小闹，但这次他突破了底线，即使是徐家也保不了。那个公主包房里死去的第一个公主，恐怕是知道了地下室的秘密。几年前我们买过一个女孩，是那个春丽的亲妹妹，她进来当公主就是为了找妹妹，我怎么可能让她活着？没想到她会变成鬼，阴魂不散。即使唐明离再能打，也没办法对付枪械，这可怎么办？丫头，你还记得那个小册子里所记载的御鬼术吗？趁着他们说话，我偷偷咬破了食指，用自己的血沾了毒杀。再跳。公主包厢那个女鬼为什么会一点就着？因为她是被扔进油里淹死的。给我开枪，先把他们给杀了，只要死无对证，以后一切都好说。那些女鬼仿佛受到了召唤，全部去了过来。难道你们是异能者？不是异能，是你犯下的罪孽找你算账了。鬼有鬼！他脖子上骑着的那个女鬼现出身形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当下流出了腥臭的液。而那些外国雇佣兵们则被女鬼操纵着，手中的枪缓缓指向了自己的同伴。丫头，不能任由他们留在阳间，送他们去阴曹地府投胎去吧。太上敕令，超辱孤魂，急急如律令。女鬼全部收服完毕。那符阵之中冲出一道黑色的雾气，钻进了我的口鼻里，体内的灵气也充足了几分。就在这时，警察破门而入，我们俩被请了出来，外面也乱成了一团。客人们被赶出了 KTV， 却一个个都没有走。我和唐明离坐在前台的沙发上，一个年轻男人走了过来。两位，我姓林，叫林州，
你们可以叫我小林，我是特殊事件调查处山城市分部的人。你们来的倒是快，两位的直播连我们总部的大佬都在观看，我们当然要过来看看究竟。不过两位请放心，上面有命令，不得打扰两位的直播。这时，我看到一个个女孩被抬了出来，有的受伤比较轻的被女警搀扶着出来。听说幕后老板很有势力，你们能把他绳之以法吗？这件事情已经闹得人尽皆知，就是再厉害的背景也兜不住，你们放心吧。那我会遭到报复吗？这个你尽管放心，没有人敢动你的。唐明离忽然抓住我的手，君瑶，咱们还是赶快走，你的粉丝估计正在赶来围堵的路上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们来解决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我们俩悄悄从后门出来，上了一辆黑色的马车。原来是贵客，请进。那他为什么戴着口罩啊？因为他脸上长满了瘤子，特别的恶心。一眨眼到了鉴宝会开的这一天，打了一个车到了会场。这是一座英国风情的建筑，看起来就跟枫丹白露宫似的。没想到山城市居然有这样的地方，只能打开了视频通话，戴上蓝牙耳机，朝着大门走去。守门的服务人员拦住我，请出示你的请柬。我将请柬递给他，他一看，立刻换上了一副热情的笑脸。原来是贵客，请进。我进入了会场，里面装潢十分豪华，一片觥筹交错、钟鸣鼎食的繁华景。袁君瑶，思秀，当年那个假意当我的朋友，骗我帮他写情书给校草，却诬赖在我头上，让我当众出丑的那个女同学。秀秀，她是谁？她是我的初中同学，家里情况不太好，连学费都经常赊欠的，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会到这里来。那她为什么戴着口罩啊？因为她脸上长满了瘤子，特别的恶心。娜娜，咱们走吧，别离这种人太近，她脸上的瘤子说不定会传染。今天来的都是大人物，我们家费尽了心思才把这个鉴宝会办好，放了个这样的人进来，要是让其他客人知道了，那还得了？说，你这种下等人到底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忽然，一个身材挺拔的男生走了过来，我心中一颤，居然人都到齐了。秀秀、娜娜，谁惹你们生气了？东南，你看看谁来了？陈东南朝我看了一眼，露出极其惊讶的表情。你是当年那个袁烂子？当年他可是给你写过情书呢，不叙叙旧吗？别提了，想起来就恶心。收到那封信让我1个月没吃下饭。原来是个不要脸的东西，长这么丑还敢给人写情书，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来我们家的鉴宝会？服务员，过来。小姐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，他得了恶病，别让他传染给别人。这样的人是怎么进来魏家的鉴宝会的？别是偷溜进来的吧？赶快把他给我抓起来，查查是谁放他进来的，全都送警处理。让服务生答应了一声，叫来了2个保安。丫头，打他们右边肋下3寸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家主！小叔，这个丑女人偷溜进来想偷东西，还打伤了我们的人。魏然不是个简单人物，你跟他来往要千万小心。你这个丑女人，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！放肆！不许这样跟袁女士说话。袁女士是我亲自邀请的贵客，你冲撞了她，赶快道歉。什么？你要我跟这丑女人道歉？住口！你要是再这么无礼，我要禁你的足，下个月的零用钱也要减半。袁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无妨，我不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他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屈辱，面色惨白，眼光变直。回去待着。这孩子被他父母给惯坏了，袁女士，请见谅，我会好好教导他的。尊师没有来吗？他老人家说一个人惯了，不喜欢来人多的地方，让我随便看看，回去给他讲讲见闻就行。袁女士，来，我带你参观。那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居然能跟魏家家主谈笑风生。魏家在山东市可是顶级家族。东南，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？袁赖子居然和魏然先生是朋友，他何德何能？本来想讨好魏娜，却没有想到遇到这样的事。你要去哪儿？不走，留在这里丢人现眼吗？袁女士，你看看有没有看得上眼的，我买下来送给你，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。还说是什么鉴宝会，这些哪里是宝贝，不过是些小玩意儿罢了。将珍宝馆看了一圈，正阳真君没有看上什么东西。魏然上前来，袁女士没有看得上的吗？没关系，待会儿还有斗宝会，斗宝会之后还有交易会，
您总会找到好东西的。此时，众人都三三两两的来到了斗宝会场，他们纷纷落座。魏然给我安排了一个靠前的位置，我正要坐下，君瑶，唐先生，你来了，快这里坐。袁女士和唐少是好朋友。没错。唐少，欢迎。有劳魏家主帮我照顾君瑶。两位是情侣？不是。我就不打扰两位了，请随意。你怎么和魏然认识的？练拳时认识的。魏然不是个简单人物，你跟他来往要千万小心。坐定之后，听到有人轻声议论：“那是唐少吗？唐少是什么人？我也不是特别清楚。他的舅舅是郭家的一个旁支，不过这个旁支很受重用。郭家是不是就是最近风头很劲，隐隐有赶超魏家之势的那个郭？这位唐少在魏家可是很受礼遇的，你少说话，得罪了他，可就相当于得罪魏家了。”我偷偷看了唐明的一眼，这些话他很显然也听到，但是却丝毫不为所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看到了一个人，尹胜瑶。魏然跟在他的身侧，但他抬了抬手，魏然便立刻退了开去。尹胜瑶大步走了进来，他似乎也发现了我，转头朝我看来。我立刻低下头，他坐在一个角落的位置。别看那个位置不起眼儿，其实整个屋子都尽在掌握之中。什么时候才能报仇呢？冷静一点，别怕，有我在呢。谢谢。鉴宝地海选珍宝。咦，居然有好东西！